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很言。男妇科医生偷偷地将自己的精子放到前来看病的女子的体内，从医40年里，让100多个家庭生下自己的孩子。2020年纪录片《宝贝之神》上映，专门讲述了这个可怕的故事。下面呢，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案件。2016年，俄勒冈州的一名女警员叫做 Wendy， 她在警局里工作了32年，终于退休了。退休后的 Wendy 突然有一个想法，她想建立一个自己家族的族谱，让退休的生活忙碌起来。于是呢，通过网站 DNA 数据库追本溯源进行检测，但是检测结果让 Wendy 大吃一惊。检测结果显示有数十个人和 Wendy 的 DNA 非常的接近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人都是 Wendy 的兄弟姐妹。让 Wendy 奇怪的是呢，自己并没有兄弟姐妹，也没有表兄妹或者堂兄妹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检测结果呢？Wendy 回到家中之后呢，就询问了自己的母亲凯西。凯西讲述了当时的事情。60年代，22岁的凯西和丈夫结婚了，定居在拉斯维加斯。婚后的生活甜蜜幸福，但是呢，遗憾的是一直没有生下孩子。在那个年代，不孕不育是一个禁忌话题，他们一直也没有跟别人讲。但没有孩子一直是夫妻二人的一块心病。1966年，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治愈不育不育的广告。两个人通过联系方式来到了那个女子医院，见到了当时著名的妇科医生昆西·福提尔。福提尔医生给夫妻二人建议，可以将丈夫的精子取出来，用人工受孕的方式注入妻子的体内，让妻子怀孕。夫妻二人听着医生专业的解释，看着墙上挂满的证书和摆放的奖杯，他们对福提尔医生充满了信心，并且同意了医生的方案。果然不久之后呢，妻子怀孕了，1年之后生下了一名女孩。这名女孩就是退休的警探温迪。可能是因为警探职业病的原因，温迪喜欢追根究底，于是呢，他又调查了所有和他 DNA 相似的这些人，发现这些人出生年代从50年代到90年代都有，而且呢，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他们都是通过人工受孕的方式出生的，经手的医生都是同一个人，那就是昆西·福提尔医生。而且呢，这些人的父系 DNA 全部都指向了福提尔医生，于是温迪对福提尔医生进行了调查。昆西·福提尔是一名家喻户晓的妇科医生，出生在1912年9月16日。年轻时考取了明尼苏达大学的医学博士，在内华达里诺大学担任住院医师。后来呢，到拉斯维加斯专攻妇科方向的医学研究，获得了明尼苏达大学的认证。后来呢，又到了美国空军医院工作，最高的职位是空军基地医事预卫役的代理司令。之后，福提尔放弃了做将军的机会，而是呢继续专攻妇科的医学研究。在60年代，他建立了一所女子医院，在这里他从事妇科医学工作60年。1991年还获得了内华达州的年度最佳医生的称号。可以说，福提尔的这个简历非常的光鲜亮丽，但是同时他还有着一些黑暗的历史。福提尔研究掌握了当时的新技术人工受精繁殖技术，他的水平很高，受孕的成功率也高，吸引了很多不孕不育的夫妻前来接受治疗。不过当时的这项技术属于前沿的医学技术，精子库的管理不完善，精子短缺，使用和管理当中呢也存在了漏洞。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，福提尔竟然用自己的精子进行人工受精。那些抱着希望前来找福提尔做人工受精的夫妻，回家之后生下孩子，并且把孩子辛苦的养大之后，最终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。基因科学家布拉德和温迪是一样的年龄，他同样是福提尔的后代。更让人无语的是呢，布拉德的父亲和福提尔还是战友，两个人的关系很好。就是因为太信任福提尔这位战友了，才带着老婆到福提尔的医院里做人工受孕。没想到呢，被战友以这种方式给绿了一辈子。更要命的是呢，布拉德长得和年轻的福提尔太像了，导致布拉德的父亲一度以为自己的老婆和战友乱搞。可以说，认识福提尔这样的战友真是倒了大霉了。如果你以为以上的例子已经是很恶劣的话呢，那么下面的例子简直就不是人能够干出的事儿。麦克一直认为自己有着纯正的印第安血统，于是呢检测了 DNA， 结果显示他根本就没有印第安血统。麦克的母亲20岁的时候得了妇科病，去医院治疗，医生就是福提尔。福提尔给麦克母亲治疗之后呢，不久后麦克母亲就怀孕了。I thought he was treating me for infection. I wasn't even looking to have a baby.
母亲一直认为当时的男朋友是孩子的父亲，直到迈克做了 DNA 检测，才知道原来生父是福提尔医生。要知道，当时迈克尔的母亲呢是一名20岁的女学生啊，只是来看妇科病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怀孕了。福提尔的行为简直就是丧心病狂。另外一位受害者乔纳森，他的身世更是令人愤怒。福提尔有5个亲生子女，另外还有一个收养的女儿叫康妮。福提尔竟然对自己的养女下手。在康妮17岁的时候呢，福提尔以检查身体为由，对养女进行了人工受孕啊，当然了，用的是他自己的精子，让一名未经人事的女孩怀孕，而且呢还是自己的养女，这简直就不是人能够干出的事情。养女康妮当时的年龄还小啊，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处理，最后呢生下了孩子。但是呢，还未成年的养女是无法养育这个孩子的，最终呢，她将这个孩子送到了福利院，而这个孩子就是乔纳森。乔纳森长大之后，通过 DNA 检测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呢，就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福提尔。当乔纳森问福提尔为什么要那么做的时候呢，福提尔却给出了这样的理由。他说当时有2块纱布，其中一块纱布上有自己的精子，自己当时搞错了，那只是一个意外。乔纳森当然不相信这是个意外，他非常的愤怒。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，福提尔就是一个变态。说福提尔是变态的不只是乔纳森，福提尔名义上的亲生儿子也曾经这样说过。在2000年初，87岁的福提尔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告上了法庭。37岁的儿子公开表示，自己在3岁到14岁之间经常被父亲暴力猥亵，自己也曾经看到过其他的兄弟姐妹被父亲虐待。他说父亲福提尔就是一个老变态。最终呢，此案因为年代久远无法考证，法庭判被告人福提尔无罪。福提尔也曾经被他治疗的病人告上了法庭。一位和温迪的母亲一样经历的女性玛丽克拉多克，因为长期不能自然受孕，找到福提尔医生做了人工受孕。后来孩子长大之后呢， DNA 检测之后才知道了真相，于是将福提尔医生告上了法庭，并且呢要求1400万美元的补偿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另外2名女性曾经状告过福提尔，但是这些案子最终都被有钱有势的福提尔给摆平了，最终呢达成了庭外和解。原因就是内华达州的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医生不能使用自己的精子。福提尔利用这个法律的漏洞呢，还向法院申请了对原告的禁声令，不允许受害者向外界透露任何的有关案件的细节。随着70年代末美国精子库的兴起，管理更加的完善，福提尔不再顶风作案，靠着多年积累的好口碑，赚了上千万美元的财富。直到温迪警探揭露了福提尔的这些丑闻，才让公众真正的了解了真相。但是已经太晚了，福提尔早在2006年就已经去世了，终年94岁，生前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。这个披着医生外衣的恶魔，用谎言制造了上百个破碎的家庭。直到今天，美国仍然有26个州没有明确禁止医生使用自己的精子。当科技跑得比人性更快的时候呢，这样的悲剧或许还会重演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